还敢笑？看来不给你一些教训，你是不知道我徐氏天族的厉害。楚风的这抹笑容显然是激怒了徐氏天族的这些族人，于是他们说话间便准备对楚风出手。我劝你们一句，若要动手，还要思量一番。忽然楚风开口了，楚风开口之时，忽然变得严肃，一双眼眸不怒自威。这样的举动倒是将原本愤怒的徐氏天族族人吓了一跳。你竟然还敢威胁我们，你是不明白自己此时的处境吗？楚氏天族族人问道。威胁？你们既然知道我被关入了火牢，难道就没想过我是为何出来的？我又为何没有负伤吗？难道是到如今你们还在觉得我那令牌是假的？看来你们徐氏天族还真是不长脑子。楚风冷笑着摇了摇头，而此时的徐氏天族族人则是彼此互相观望，眼中涌现出了一丝慌乱。关于楚风在冰顶峰所遭遇的事，他们自然知晓，其实他们自己也很不解，楚风被关入火牢，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并且看样子并无伤势，这很不符合常理。而楚风的一番话则是惊醒了他们。其实若非要解释，那么只有一个最为合理，那就是楚风当日拿出的令牌并非是假的，而是真的。可是这件事又让他们难以接受，一个楚氏天族的族人怎么可能拿到无名星陨大人的令牌？虽然不愿意相信，可他们却也有些犹豫。假如楚风拿出的令牌乃是真的，那么他们就已经得罪了澹台天族，甚至是得罪了无名星陨。他们现在最该做的便是将功补过，而不是雪上加霜。所以一时之间，徐氏天族的这些族人也是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楚风自然没有骗他们，楚风说的都是事实。可其实眼下楚风也很是无奈，按照楚风的性子，根本不会与他们说这么多，早就出手教训一番，然后让他们滚蛋了。但是现在情况却是有些不妙。楚风自从发现遭受那黑暗气焰的反噬之后，不仅精神力立刻被封锁，无法再使用结界之术，就连自己的修为也开始急速减退。而现在楚风的修为已经退到了真仙境，这样的修为根本不是这些人的对手，武力退化严重，精神力又被彻底封锁，楚风根本不是眼前这些人的对手，所以楚风便只能吓唬他们，让他们自己退去了。但是眼下楚风却又不能走，若是走了，便有逃脱的嫌疑，徐氏天族的族人定然会立刻对楚风出手，所以楚风只能留在此处，等着徐氏天族的族人害怕，等着他们自己退缩。我楚风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并不会因为你们做错了事就置你们于死地，但你们今日的行为却再度激怒了我。可哪怕如此，我还是决定给你们一个机会，但记住，你们的机会只此一次，要么现在向我与我同族之人道歉，要么从今日开始，我楚风将你徐氏天族成为我的死敌。楚风一脸严肃地说道。你吓唬谁？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你真以为我徐氏天族会怕你？徐氏天族的族人很是愤怒，毕竟先前的他们还占据绝对的优势，可是此刻的他们竟然如此的被动，这让他们进退两难，非常尴尬。而面对着越发愤怒的徐氏天族族人，原本严肃的楚风却忽然笑了，那是一抹不屑的笑，而正是这抹不屑的笑，让徐氏天族的族人再度冷静了下来。如此的轻蔑，不像是装的，这让他们不得不仔细斟酌，眼前这个人到底有着几分几两。事实上，不仅是徐氏天族的人慌了，就连围观之人对楚风也已是刮目相看。这不仅仅因为楚风乃是楚轩辕之子，而是因为楚风的表现。楚风今日的言行与神态皆可谓是无懈可击，就算他不是楚轩辕之子，人们也会对这个年轻人另眼相看。你当我们是傻的吗？只因为你一席话就想让我们退缩？徐氏天族族人冷声喝道。其实此刻的他们已经是越来越心虚了，尽管难以接受，可是楚风的表现却让他们越发觉得这个家伙说的乃是真的，不然他怎么会有如此底气？但是围观之人越来越多，他们若是这样放过楚风，谁都看得出来他们是被楚风吓走的。若楚风说的都是实情，那倒也没什么，可楚风说的是假的，那他们今日不仅要被围观者嘲笑，传入族中，他们也要受到惩罚。所以其实此时的他们乃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你们是听不懂人话吗？我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我数到3之前从我面前消失，否则就休怪我楚风不客气。忽然楚风剑眉倒竖，脸上也是涌现出了不耐烦，且随后楚风便要开口。然而还不待楚风说出数字，一阵劲风掀起，那徐氏天族的族人竟然全都消失不见。见到这一幕，无论是围观之人还是楚风身后的楚氏天族男子，都是神色一动，随后看向楚风的目光中涌现出敬佩与赞叹之色。因为不管怎么说，今日这场气势上的对决是楚风胜了。在徐氏天族的族人离开后，楚风虽然松了一口气，但却也不敢大意。楚风现在修为被封，他也不知道徐氏天族的族人是否躲在暗处观察，所以这出戏既然已经开始演，楚风自然就要继续演下去。于是当徐氏天族的族人离开后，楚风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喜悦，而他的样子就好像一切预料之中，表现的就好像徐氏天族的族人应该离开才对。楚风，多谢了。楚氏天族那名男子对楚风说道。前辈，您太客气了，我们既是同族，就理当互助，更何况是那徐氏天族的族人欺人太甚。楚风说道。话虽这样说，可是好歹也是与轩辕玩大的，本该是我保护你才是，如今却要你来保护我，这真是惭愧。男子的脸上露出了惭愧之色，而听得此话，楚风却是神色一动，于是问道。前辈，您认识我父亲？何止认识啊！男子则是忽然感慨起来。随后在楚风的询问下，他也是得知原来这名男子叫做楚成空。而这楚成空虽说如今在楚氏天族的地位非常的低，可是他与楚轩辕儿时便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句与楚轩辕玩到大的并不为过。只不过因为楚轩辕成长得太快，而面临的挑战也太多，
所有后来接触的时间便越来越少。虽然因为所处的地位不同，所面临的事情不同，导致距离变远，但是楚轩辕却是一直认楚成空这个朋友的，甚至后来楚轩辕还提出帮助楚成空提升修为，只不过却被楚成空拒绝了而已。楚成空觉得修炼这种事情还是要靠自己，无论走到什么地步，但是凭自己的努力走出来的，便都无怨无悔。这家伙也太能吹牛了吧！就是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楚轩辕有这么一个朋友？依我看，他就是想借机与楚风搞好关系。我看也是。然而听得楚成空一番讲述后，周围围观之人却是议论纷纷。而听得众人的议论后，楚成空似乎是怕楚风多想，于是对楚风说道：“楚风，我与你说这些，并非是要与你攀关系。其实早在你回道族中那天，我就见过你了。我是亲眼见你登上9重天擂台的。我若想与你攀关系，早在当日就找到你了。而我今日与你说这些，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没有骗你。我与你父亲的确是相识多年，从小便认识。倘若你不信的话，其实你可以去问问楚轩正法大人，这件事他也是知晓的。”楚成空一脸认真地对楚风说道，同时眼中却也有着担忧之色。他是害怕楚风不相信他，害怕楚风觉得他在骗自己。前辈，您说的我都信。楚风说道。楚风并非安抚这楚成空，他是真的相信楚成空的话。虽说楚风如今精神力被封，失去了凭借结界之术观察人的手段，但是这么多年来，楚风也算是阅人无数。所以在楚风来看，这楚成空是一个很淳朴的人，他应该是那种没有野心的小人物，同时也不坏，可能会懦弱，可能会退缩，但却有着他坚信的东西，有着心底最纯真的东西。他一定也渴望力量，但却不想依靠他人，所以他才拒绝楚轩辕的帮助。他也惧怕危险，但却想保护自己真实之人，所以才会在面对虚世天族的时候，明明内心惊恐，可却还是挡在楚风身前，保护楚风。其他人信不信我无所谓，你信我便足够了。听得楚风的话后，楚成空的脸上也是露出了笑容。忽然间，一阵劲风掀起，尽数道身影飞掠而来，落在了楚风的身后，并且一道非常激动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小友，你真的是楚风，是楚世天族楚轩辕的后人。”忽然出现的人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尤其是楚风，更是赶忙回头观望。而回头一看，楚风的眉头却不由微微的皱起，不由得在心中发出了一声感叹：真是不想遇到什么就来什么。原来这些来者是楚风最不想见到的人，巩氏天族的族人，并且此刻出现的人还很多。除了当日在传送阵门口遇到的那些小辈外，还有一些年长的人物。当然，那个与楚风有着婚约的巩明月也在，而为首的则是巩氏天族的族长巩承德。其实刚刚那句话便是出自他口中。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巩晴并不在这里，想必巩晴还在那湖边。虽然巩晴不在，可是此刻在场的所有巩氏天族族人却都注视着楚风，且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颇为复杂。大部分族人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了怀疑，也有人怀有敌意，尤其是男子。而之前还不可一世的巩明月，此时竟也一直盯着楚风。他开始认真打量楚风，且一双美眸之中也是流转着复杂之色，但也有好的目光，那便是巩氏天族族长。此时，这位巩氏天族的头号人物看向楚风的目光可谓是非常的炽热，并且浑身上下都表现出了2个字：激动。小友，我听闻你是楚轩辕的儿子。巩氏天族族长来到楚风身前，看向楚风的目光越发炽热，但同时他竟变得紧张起来。其实楚风真的不想认，可是事到如今，怕是不认也是不行了。回前辈，家父的确便是楚轩辕。楚风抱拳说道：小友，真是想不到你竟然真的活着，老夫惭愧，之前见你竟没有认出来，明明你与轩辕是如此之像啊。巩氏天族族长一把抓住了楚风的肩膀，甚至连双手都颤抖了，就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孙子一般，那叫一个兴奋。这巩氏天族族长为何见到楚风这么激动啊？不知道啊，他们应该不认识才对，也没听过巩氏天族族长与楚轩辕有何关系啊。然而巩氏天族族长这个激动的模样，倒是看得围观者一头雾水。诸位可能不知，当年我与楚氏天族族长可是订了婚约的。巩氏天族族长笑着对众人说道：什么婚约？而他此话一出，众人也是神色一动，随后将目光分别投向了楚风与巩明月。人们都不傻，所谓婚约，多半就是楚风与这巩明月了。爷爷。而此刻巩明月则是走到巩氏天族族长身后，扯了扯巩氏天族族长的衣衫。看那样子，巩明月似乎并不想让巩氏天族族长将此事公布。然而巩氏天族族长却好像没有注意到巩明月的举动一样，还是当众宣布了当年的事。只不过从乌马天族族长口中说出的，那明明只是一个玩笑性的婚约。因为楚氏天族族长当初可不止与巩氏天族定下了婚约，而是与许多人定下了婚约的。可是这巩氏天族族长却说得极为认真，就好像楚氏天族只与他巩氏天族定下了婚约一般，楚风就必须明媒正娶他的孙女一样。我的天啊，真是想不到，这楚氏天族与巩氏天族竟然还有着这样一段婚约。这巩氏天族族长也是有魄力啊！楚轩辕当年可是得罪了星域主界的，所以如今的楚氏天族才会如此落魄，因为根本没人敢与楚氏天族关系走得太近，就算有什么关系，也都趁早撇清了。可这巩氏天族族长竟然还敢承认这件事，甚至主动宣布这件事，看来他是真的非要把自己的孙女嫁给这楚风了。听得巩氏天族族长的一番话后，众人也是颇为感慨。前辈，这件事我可未曾听族长大人提起过。楚风说道。未曾提起？楚风，你什么意思？莫非你还不想娶我家小姐不成？而楚风此话一出，则立刻引来了巩氏天族族人的不悦与指责。就连那巩明月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涌现出了一抹诧异，显然他没有料想到楚风会说出这样的话。从小到大，只有他拒绝别人，
可还没有别人会拒绝他，所以他对自己非常有自信，而对于他的择偶对象要求也是非常高。他自然是不想与楚风履行婚约的，他觉得楚风就是一个癞蛤蟆，根本配不上他这只天鹅。可是眼下，他眼中的这只癞蛤蟆竟然表露出了不想与他在意的意思，这让他很是意外，却也很是不爽。放肆！谁让你们与楚风小友？大呼小叫的。然而就在此时，一声怒喝却是自巩氏天族族长口中响起。见状，那些巩氏天族的族人也是赶忙收声，哪怕再不悦，也只能瞪楚风几眼，却不敢说话了。楚风小友，你父亲他现在如何？巩氏天族族长对楚风问道。而他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是竖起了耳朵，一脸期待地望向楚风。所有人都想知道楚轩辕现在究竟是何处境。楚风自然不可能告诉他们这些外人，说自己的父亲已经离开了楚氏天族的境地，所以楚风也只能撒谎了。家父还是老样子，听得楚风的话，所有人都是明白了。当年楚轩辕因得罪了新域主界，被楚氏天族关了起来，据说要关押致死。这所谓的老样子，自然就是还在那境地之中关着。此时，巩氏天族族长则是长叹一声：轩辕之前途原本不可估量，都怪当年太冲动了。但轩辕正因有如此血性，才是他，可能这就是命吧。从巩氏天族族长的感叹，大家都能感受到他对楚轩辕是相当欣赏的。要知道，欣赏楚轩辕的人可不在少数，尤其是老一辈的人物，可敢当众夸赞楚轩辕的人却并不多。毕竟谁都知道，楚轩辕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就是因为他得罪了祖武星域的霸主星域主界。而在祖武星域，敢夸赞星域主界不喜爱之人，这的确是一种胆识。小友，你家族长真的未曾与你提起过你与明月的婚约？巩氏天族族长忽然问道。看得出来，他对这件事真的是非常重视，所以对楚风先前的话，其实他也是非常关心的。爷爷，这个婚约我不同意。可就在这时，忽然有一道声音自巩氏天族族长的身后响起，是巩明月。明月，不得胡闹，终身大事，岂能儿戏？巩氏天族族长怒声喝道。正因为是终身大事，所以我才应该自己做主。巩明月很是坚定地说道。这件事没得商量。巩氏天族族长说道。爷爷，那好，就算你为我挑选的未婚夫，可起码应该有一条，就是他的实力应该在我之上吧。而这楚风，他有这个实力吗？巩明月说道。对于这个问题，巩氏天族族长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连他也看不穿楚风的修为，不知道楚风到底是何境界。这也正常，虽然巩氏天族族长也是一位尊者境的高手，可他的戒灵之术毕竟不是很强，所以感应力自然也就没那么强。所以巩氏天族族长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他是希望这个问题能由楚风自己来回答。楚风，你敢应战吗？而此时，巩氏天族的那些族人不仅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更是有人直接开口询问，并且还是以挑衅的口气。他们自然是希望楚风应战，因为他们觉得只要楚风应战，便必败无疑。那个时候，这个荒唐的婚约自然也就可以解除了。毕竟楚风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娶一个不愿意嫁给自己，并且实力还比自己强的女子吧。此时，围观者也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他们也都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楚轩辕的儿子到底有着怎样的实力。而面对众人那期待的目光，楚风则是淡淡一笑：不必比了，我认输。楚风此话一出，众人皆是大惊，不仅是巩氏天族族人，就连此处的围观者也是倍感意外。男人都是很爱面子的，而巩明月当众拒绝这个婚约，简直就是对楚风的侮辱。换做正常的男人，都会证明自己，接受他的挑战。所以楚风此举真的是众人所没有想到的。而众人最惊讶的却是，楚风认输竟然认得如此从容，竟没有一丝羞愧，就好像这是一个无所谓的小事一般。这让人们对楚风的印象变得复杂，越来越捉摸不透。这位楚轩辕的后人了，楚风小友，你不要听明月胡言乱语，他还小，不懂事，以后我会多多管教的。至于这个婚约，乃是我与你家族长定下的，除非他说不行，否则我巩氏天族绝对不会悔婚。巩氏天族族长说道。爷爷，你这样逼我，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巩明月气得双眼通红，随后身形一纵，便直接离去。族长大人。这儿此时，巩氏天族众位族人都是看向了自己的族长，等待着族长大人的决断。这丫头真是被我惯坏了。小友，今日之事让你见笑了，不过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婚约依然有效。巩氏天族族长对楚风说完此话，也是纵身而起，显然是去追那巩明月了。而巩氏天族的其他族人则是在恶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后，也是纵身而去，跟随族长大人向巩明月逃离的方向追了过去。前辈，我们也走吧。楚风对楚成空说道。去哪里？楚成空问道。去一趟冰顶峰。楚风说道。楚风现在的修为被封，他也不再如何恢复，必须去找梁秋大师等人帮忙，否则只是这个修为，连自保都难，身在异界是很危险的。更何况白梨落还在冰顶峰，而白梨落的封印还未解开，所以楚风也很关心白梨落。好，我陪你同去。楚成空并没有问楚风要去冰顶峰的理由，而是直接应了下来。怎么这就想溜了？可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冷笑响起，紧接着几道身影自虚空之上浮现，随后飞落而下，将楚风与楚成空围了起来。见到这几人，楚风也是眉头微微皱起，因为这几人正是刚刚被楚风吓退的徐氏天族的那几人。果然他们没有真的离开，而是在暗中观察。楚风，看你这次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徐氏天族族人不仅嘴角挂着冷笑，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非常的不善，并且那目光就好像看破一切。而他们先前明明被楚风吓退，此刻竟又这般嚣张，自然是因为他们见到楚风没有接受巩明月的挑战，在他们看来，
倘若楚风真的厉害，不可能不敢应战，所以徐氏天族就觉得楚风不可能得到无名星陨的其中，自然而然的便认定楚风先前的一切乃是欺骗他们的。我声明一下，我先前与你们说的不仅是实话，其实也是为你们好。你们若是不信，那倒霉的便是你们。首先，当日在冰顶峰上不对的本就是你们，我不追究，乃是我楚风不想计较。但你们若仍要多多相逼，那我楚风保证，你徐氏天族必然要付出代价。楚风这话说得很认真，他知道徐氏天族这些族人定然是要收拾他与楚成空了，这一劫他怕是逃不掉。不过今日若是受这些废物所辱，楚风必然会报仇，并且是要让整个徐氏天族付出代价。毕竟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徐氏天族的错。然而对于楚风的话，那徐氏天族的族人显然没有领会到楚风复仇的决心，反而觉得楚风是在骗他们，于是他们变得更加愤怒。妈的，给脸不要脸，事到如今还想吓唬我们，今日不打的你跪地求饶，老子就不姓徐。徐氏天族族人大喝一声，随后磅礴的威压便向楚风涌去。察觉到对方要出手，楚风下意识的也是释放出自己的威压，想要进行阻挡。然而现在的楚风修为被封，自然无法挡住对方的攻势，于是只听两声惨叫同时响起，两道身影便飞掠而出，那是楚风与楚成空。这楚风竟然还只有真仙境的修为，而此时伴随着楚风与楚成空负伤，围观的众人却是一脸的吃惊，同时许多人都流露出失望之色。楚风虽然是下意识的释放威压，但是所有人却都感受到了楚风的气息，真仙，并且还是一品真仙，这便是人们所感受到的楚风的实力。想不到这楚风竟然如此弱小，难怪巩氏天族的那丫头看不上他，看来楚轩辕后继无人啊！一时之间，各种挖苦与讽刺响彻不断。而事实上，不仅围观者惊讶，就连巩氏天族的族人也很惊讶。巩氏天族族长毕竟是尊者境的高手，他想将巩明月抓回来，不过是片刻之间就可以做到。而抓到巩明月之后，巩氏天族族长便带着巩明月以及巩氏天族的族人向回而来。而回来的过程，刚好见到徐氏天族族人想找楚风麻烦，眼见着情况不妙，巩氏天族族长本是想立刻出手的，可是却被巩明月拦了下来。至于理由，很简单，巩明月想看一看楚风的实力，而巩氏天族族长刚好也想知道楚风的实力，于是便隐藏了起来。所以刚刚所发生的一切，巩氏天族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爷爷，你看到了，这楚风根本就是一个废物，您真的打算将我嫁给这样的人吗？巩明月问道。明月，楚风小有的修为与你相比的确是差了一些，可是婚约便是婚约，既然定下了便不可拒绝，否则老夫颜面何存？巩氏天族族长说道。爷爷，你这是将我往火坑里推，你若是非要让我嫁给这种人，那我还不如嫁给徐氏天族的徐墨荣了。巩明月说道。徐墨荣那就是一个浪子，岂能与楚风相比？巩氏天族族长说道。难道您就知道这楚风不是一个浪子？巩明月问道。就冲楚汉仙与楚轩辕，老夫就断定楚风在人品方面绝对胜过那徐墨荣100倍。明月，听爷爷的话，你嫁给他绝对不会有错。巩氏天族族长说道。可就在这时，又一声惨叫传来，是楚风与楚成空。徐氏天族族人不仅再度对楚风与楚成空出手，那徐氏天族族人此刻更是把脚踩在了楚风的身上，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充满了戏谑。楚轩辕之子，想不到竟是如此废物。最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废物还谎称自己与无名星陨关系匪浅。诸位可能还不知道我徐氏天族为何与此子有冲突吧？其实乃是此子在登冰顶峰的时候，大家都是排队登峰，可是此子却是不守规矩。于是我家公子上前与他理论，想要劝他及时收手，可此子不但不领情，反而拿出一块令牌，说那是无名星陨大人给予他的。可是那令牌刚刚拿出，蛋台天族的蛋台昌飞大人出现，识破了此子的令牌乃是假的，于是将其关押了起来。虽然不知此子是使用何等卑鄙手段逃了出来，但此子的人品却是非常之差，简直就是败类中的败类。徐氏天族的族人对在场的众人说道。真是想不到，这楚风竟是这样一个人。倘若这一切是真的，那此子可真是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就是从小就听闻楚汉仙与楚轩辕的厉害，不曾想他们的后人竟如此不堪。一时之间，各种讽刺的声音也是从围观的人群之中不断响起。原来不仅实力弱，手段还如此卑鄙。爷爷，这就是你为我找的好夫君。远处的巩明月用那无比幽怨的目光看向了自己的爷爷，而此时的巩氏天族族长不仅脸上挂着尴尬之色，他此时看着那被所有人声讨的楚风，被人踩在脚下的楚风，他的目光也是变得复杂起来。忽然间，一声大笑响起，忽然间传出的大笑让所有人都是感到意外。而当人们发现那大笑之人后，人们就更是一脸的不解了，因为那大笑之人乃是楚风，那被徐氏天族族人踩在脚下，且此时还被众人讽刺的楚风，竟忽然笑了起来。所有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笑，并且还笑得如此的猖狂。明明他是被踩在脚下的人啊，他哪来的底气发出这样的笑声？你笑什么？那踩着楚风的徐氏天族族人大声问道。而其实这也是此时所有围观者想问的问题。有本事你今日就打死我，否则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后悔终生。楚风说话的时候，侧目望向那踩着他的人，目光如刃，冰冷无比，不仅仿佛可以刺穿一切，更是满含杀意，仿佛那是无尽的深渊。看到这样的目光，那踩着楚风的人竟然吓得身体一颤，不仅赶忙将踩在楚风身上的腿移开，且连续倒退数步。他被吓到了，可是他却很不理解，他怎么可能被一个一品真仙吓到？所以被吓到之后，他变得更加气急败坏。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不过是区区蝼蚁，我想杀你，就如同弄死一只蚂蚁。气急败坏的他不仅怒吼起来，磅礴的杀意更是自其体内释放而出，与他的威压交融在一起，向楚风席卷而去。这徐氏天族的族人，该不会真要杀了楚风吧？他毕竟是楚轩辕之子啊！感受到那徐氏天族族人的威压，所有人都是大惊。虽然楚风的表现的确让他们倍感失望，可楚风终究是楚轩辕之子，只是这个名头便已经说明他不是寻常之辈。若真的要杀了楚风，那绝对是一件大事，是轰动整个祖武星域的大事。小友，我们不过只有一些摩擦，还不至于生死相搏。若有言语得罪，你打我就好了，千万不要杀楚风。眼见大事不妙，那楚成空更是赶忙开口替楚风求饶：前辈，不要求这种人，我楚氏天族族人就算死也不可向这种废物低头。而对于楚成空的求饶，楚风却是显得有些愤怒。楚风，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而此时，那徐氏天族的族人则是咬牙切齿，恶狠狠地盯着楚风。而面对杀意越来越浓的徐氏天族族人，楚风的脸上不仅没有一丝的惧怕之色，反而表现得非常的冷静。只见他站起身来，轻轻弹掉了身上的灰尘后，这才抬头看向那徐氏天族的族人：你最好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楚风说道：妈的，你个废物，竟然还敢威胁我，那我今日就让你死！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这徐氏天族的族人是真的要杀楚风。他怒吼之后，便有一声惨叫传来。那一刻，所有人都觉得是楚风遭遇了不测，那是。可下一刻，当人们看清一切后，所有人却都是为之大惊。楚风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反倒是那欲杀楚风才徐氏天族族人趴在了楚风的身前。不仅是他，徐氏天族的所有人族人此刻都如同死狗一般趴在了地上，想杀楚风，先过老夫这关。就在众人不解之际，忽然两道身影飞落而下，站在了楚风的两侧。看着那忽然出现的二人，所有人都是赶忙打量起来。他们都知道，那解救了楚风的一定是这两位。而相比于旁人，在见到这二位后，楚风的嘴角则是不由得扬起了一妈上翘的弧度。看来天不绝我。楚风发出了一声感叹，因为这来者乃是乌马圣杰以及乌马天族的族长。是乌马天族族长用自己的威压将徐氏天族的所有族人压迫的趴在了地上。乌马天族族长此刻剑眉倒竖，看得出来他很生气。他之所以如此生气，自然是因为楚风遭受了徐氏天族这些废物们的羞辱。但是愤怒的其实不只是乌马天族族长，乌马圣杰也很愤怒。他并没有说什么，而是落地之后直接来到那先前要杀楚风的徐氏天族族人身旁，抓着他的头发直接将他给提了起来。楚风，是你亲自动手，还是我来帮你？乌马圣杰看着楚风说道：我的爷爷乃徐氏天族太上长老徐泽根，你们若是杀了我，我爷爷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而那名徐氏天族族人则是大吼起来，竟是徐泽根的孙子，莫非他就是那个徐元？而听的那名男子的话后，周围的围观者之中也有人发出了惊叹。显然这名男子在徐氏天族还是有着一些地位的和知名度的，也难怪他如此的胆大妄为，竟然真的想要杀掉楚风。而听得旁边人的议论后，那徐元的底气变得更足，便要开口说出狠话。可是他嘴巴刚刚张开，狠话还没有说出，却发出了一声惨叫。原来是乌马圣杰动手了。乌马圣杰一拳砸在他的后脑勺上，直接将他半个脑袋给砸扁了，趴在地上便惨叫不断。可这还不算完，乌马圣杰抬腿一脚，竟直接踩在了他的脑袋上。只听砰的一声，鲜血四溅，乌马圣杰竟直接将他的脑袋给踩爆了。众所周知，只要达到真仙境，肉身破碎也是无妨，只要灵魂不损便无妨，但痛苦还是有的，尤其是伤及灵魂之后，那痛苦就是更加难忍。所有人都知道，乌马圣杰的手段绝对不只是毁他的肉身，而是对他的灵魂也造成了伤害，否则他不会发出如此凄惨的叫声。但因身体被乌马天族族长的威压束缚，他已经无法修复肉身，所以当他脑袋被乌马圣杰踩爆之后，他便连惨叫都发不出来了。可很快的，他又发出了惨叫。仔细一看，人们才反应过来，这家伙被踩爆的脑袋竟然又恢复了，并且完好无损，但是脸庞却非常的扭曲，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痛苦。脑袋恢复之后，乌马圣杰一把将他提了起来，左手抓住他的衣领，右手甩动起来，对着他的脸颊便左右开弓，如同鞭炮一般的声音自其脸上响起。与此同时，更是血花四溅，眨眼的功夫，那徐元刚刚恢复的脑袋又被打得鲜血淋漓，面目全非。可见一道结界之力闪过，那徐元的脸竟又完好无损。如果先前那一次人们还有些糊涂，那么这一次人们可是看得真切。搞了半天，是这名乌马天族的族人亲手打爆了徐元的脸，然后又用结界之术帮其恢复，然后再对其进行摧残。此刻徐元被打得鬼哭狼嚎，那叫一个悲惨。莫说是徐元本人，就连一旁的徐氏天族族人也都吓得脸色惨白，甚至有人已经开始瑟瑟发抖。这种情况下，人们看向乌马圣杰的目光也是变得格外的炙热。不仅是近处的围观者，就连远处的巩明月此时也是满面惊色。不仅有着6品5仙的修为，还是一位蛇纹级尊袍界灵师。此人好厉害，他是谁啊？向来目中无人的巩明月此时竟不由得发出了赞叹之音。那老家伙乃是乌马天族族长乌马涛，如此卓越的后生，又是随乌马涛一同前来，想必他应该便是那位来自祖武星域东方的预言之子乌马圣杰了吧？巩氏天族族长说道。乌马圣杰听得此话，巩氏天族的族人都是神色一动，再度看向乌马圣杰，目光变得格外明亮起来。毕竟预言之子的名号，他们都是有所耳闻的。楚风这种人怎么会认识乌马圣杰？巩明月目露不解之色。而此时围观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多，而那徐氏天族的徐元
更是被乌马圣杰打得甚是悲惨，疼痛难忍之下，他的锐气早已不在，竟开口求饶：“别打了，别打了，我认错，我认错还不行吗？”然而对于他的求饶，乌马圣杰就像是没听到一般，不仅没有收手的打算，反而打出手更狠。那徐元连喊都喊不出来，围观者看得目瞪口呆，因为乌马圣杰这手段的确够狠的。至于徐氏天族的族人，更是吓得瑟瑟发抖，连屁都不敢放，就更别说替徐元求情了。此时他们真的是后悔死了，早知道楚风身后有这么一个煞星撑腰，借他们100个胆子，他们也不会来招惹楚风啊。只是事已至此，后悔已是没用啊。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他们将面临的是什么，只能期望他徐氏天族或者蛋台天族有高手路过此处来救他们。只是这种巧合实在是太难了，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行了，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令所有人意外的是，这道声音竟然是楚风发出的。放了他吧，楚风说道。楚风，我没听错吧？你要我放了他？乌马圣杰瞪大着眼睛看着楚风，显然他还不明白楚风为何要这样做。放了他吧，今日若是他被你打死了，来日我如何亲手杀他？楚风说道。听得此话，乌马圣杰明白了楚风的意思，这才大袖一挥，将那徐元直接给丢了出去。而此时，乌马天族族长虽然收起了威压，可是脸上的怒色却是丝毫不减。徐氏天族的族人听好了，老夫劝你们最好好自为之，若是还敢找楚风小友的麻烦，我乌马天族就算拼尽全族之力，也定要让你徐氏天族付出代价。乌马天族族长说完此话，便带着楚风等人拔空而起，就此离去，只留下一脸错愕的众人。他们真是没有想到，乌马天族的人竟然会因为楚风直接向徐氏天族宣战。不仅旁人不解，那隐藏于不远处的龚明月也同样有着这样的疑问。于是他看向了自己的爷爷：“爷爷，乌马天族与楚氏天族关系很好吗？他们为何要这样帮着楚风？”乌马涛那个老家伙与楚氏天族族长的确是多年好友，但身为一族之长的他，身上肩负重任，不应该因为外族之人而赌上全族的命运才是。此时，就连龚氏天族族长也是感到不解：“爷爷，我要去蛋台天族赴约，您与我同行吗？”忽然，龚明月说道：“是蛋台仙儿邀请你们去的那场小辈聚会。”龚氏天族族长问道：“是。”龚明月说道：“我之前不是与你说了，我约了几位好友？”龚氏天族族长反问道：“我知道，我只是想告诉您，我不能与您一同去见那几位前辈了。”龚明月说道：“你去参加聚会可以，但是你必须先找到小晴，然后带着她一起去。她好歹是你妹妹，你妹妹都跑丢了，你不找到她，有心情去参加聚会？”龚氏天族族长问道：“爷爷，这点你放心，小晴虽然是父亲他捡回来的，但我们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也一直拿她当亲妹妹看，我肯定不会不管她。其实我之前已经把邀请函给她了，她拿着邀请函就可以直接去。”龚明月说道：“这么说，你先前已经找到小晴了，那为何又让她跑了？”龚氏天族族长问道：“还不是她养的那只刺猬，她先前去冰顶峰，想找圣袍界灵师帮忙医治。这丫头真是异想天开，莫说那些圣袍界灵师不在，就算在，也不可能见她。我说了她几句，她生气了，便走了。不过小辈聚会，她已经答应了，我会去。以她的性格，就一定会去。到时候我再把她抓回来。”龚明月说道：“这次可别让她跑了。如今九龙上界汇集了祖武星域的各方势力之人，什么样的人物都有，有很多人是我们也得罪不起的。而小晴的脾气又那般任性，绝对不能让她一个人乱跑。”龚氏天族族长说道：“放心吧，爷爷，我懂。”龚明月说道：“族长大人，那我们就先走了。”此时，在场的龚氏天族一些小辈也是开口说道，显然他们也是要与龚明月去参加那场小辈聚会的。龚氏天族族长点了点头，但很快又补充道：“那徐氏天族的小辈也会去。”爷爷，您怎么问这种问题？徐氏天族是蛋台天族附属势力，而我听闻此次蛋台希儿小姐邀请之人非常之多，他们自然会去啊。”龚明月说道：“我是想提醒你，离那徐慕容远一点，毕竟你现在是有未婚夫的人。”龚氏天族族长说道：“爷爷，那楚风是什么货色？你也看见了，难道您现在还要将我往火坑里推？”龚明月问道：“已经定下的婚约，你就认了吧？”龚氏天族族长此刻的语气已经不像先前那般强硬，反而是有着几分劝说的口气。“算了吧，爷爷，您若是真的觉得那楚风是个人才，先前为何不直接出手救他？其实您在见到了他的真面目后，打心底里也已经对他产生了厌恶吧？”龚明月说道。胡言乱语！龚氏天族族长露出怒容，可龚明月却并不惧怕，反而继续说道：“爷爷，您就别嘴硬了。我从小在您身边长大，对您还是了解的。我知道您爱面子，但我知道您更疼爱我。您不会为了所谓的面子，就真的把我推入火坑中的。我看您似乎也认识那乌马天族的族长，与其在这里纠结到底要不要我嫁给那楚风，您倒不如去与乌马天族的族长谈谈，让我与那乌马圣杰定下婚约。”龚明月说道。龚明月此话一出，在场之人皆是大惊，所有人都感觉不可思议，而乌马天族族长更是愣在了原地。要知道，龚明月从小到大都是非常的自负，非常骄傲的，哪怕那徐氏天族的徐慕容追求他多年，他也都是拒绝的。她简直就像是冰山上传说中的雪莲，更是龚氏天族小辈心中的圣女，是不可侵犯，是不染凡尘的。可是今日她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人们怎么能不感到惊讶？搞了半天，并不是这龚明月不染凡尘，更不是他对男子不感兴趣，只是他对未来夫君的要求实在太高，否则也不会在见到乌马圣杰后便动了芳心，甚至主动说出了这样的话。龚明月说完此话后，也不管众人是何表情，而是直接转身，带着那些小辈向蛋台天族的方向飞掠而去。此时此处，便只剩下了龚氏天族族长以及一位族内老一辈的强者。
但是此时这些强者却是不敢说话，他们觉得龚明月那般顶撞这位族长，这位族长此时心情肯定极差，他们可不敢在这个时候去招惹他。乌马圣杰吗？然而龚氏天族族长却忽然说出了这4个字，随后便陷入了沉思。而此时在场的龚氏天族族人则是面面相窥，目光之中涌现出了喜色。谁都知道，若是将龚明月嫁给楚风，显然是不如将其嫁给乌马圣杰。以乌马圣杰的天赋，就算他比不上灵狐鸿飞，但也其前途也绝对是不可估量。而他们之所以如此高兴，那是他们知道龚明月的一句话已经引起了他们族长大人的思考。此时乌马天族族长则是带着楚风等人在向冰顶峰的方向飞去，因为乌马天族族长已经知道了楚风的修为被封印，需要前往冰顶峰去向梁丘大师等人寻求帮助，所以他们前行的速度也是非常之快。而从乌马圣杰口中，楚风也是得知，其实梁丘大师等人根本就没有离开冰顶峰，散播消息说离开了，不过是想掩人耳目，让冰顶峰的围观者散去罢了。关于徐氏天族是如何遇到楚风，又为何找楚风麻烦这种事，乌马天族族长没有多问，毕竟他也是知道楚风是如何与徐氏天族发生摩擦的。但是对于楚风之前去了哪里，乌马天族族长以及乌马圣杰都是非常的好奇，而楚风倒也没有隐瞒，而是将自己当初的经历了告诉他们。而后楚风也是得知，在自己昏迷这段时间，倒也是发生了一些事的，所有小辈都遭受了反噬，就连梁丘大师他们也不例外，这导致原本计划好的祖武十星评选只能延期举行。毕竟祖武十星最有力的竞争者都不参加的话，那么这祖武十星的评选也都没了意义。当然祖武十星的评选为何延期，并没有直接告诉众人，是因为那些小辈遭受了反噬，这种事情自然不可能公布，而是随便找了个理由便搪塞了过去。得知此事后，楚风也是颇感欣喜。之前听到徐氏天族族人对楚成空说他们徐氏天族与楚风发生摩擦事情的时候，因为徐氏天族的族人提起了具体日期，楚风得知距离之前定好的祖武十星评选的日子已经过去，本还有些失落，现在可倒好，搞了半天祖武十星评选根本没有如期举行，而是延期了。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反噬能够解除，楚风依旧可以参加这场祖武十星的评选。楚风还有证明自己的机会，楚风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不愧是轩辕的儿子啊。而听得楚风等人的交谈后，楚成空则是满眼喜悦地看着楚风，甚至他激动的双眼都有些湿润了。当初楚风刚刚回到楚氏天族，他便来到了这九龙上界执行任务，所以对于后面发生的事，他根本不知晓。他对楚风的印象还停留在楚风登上九重天擂台的时候，而现在他却知道，楚风竟然是破开冰顶峰大阵的关键存在，是前些日子现身与冰顶峰那身穿九龙圣袍之人。身为楚氏天族族人，身为楚轩辕的好友，他是发自内心的替楚风感到高兴，因楚风而感到自豪。先别这么激动，祖武十星的评选才是楚风小友真正大放异彩的时候。今日那些看楚风小友笑话的人，日后都会明白，今日他们对楚风小友的羞辱是多么的愚蠢。乌马天族族长对楚成空说道：“那是一定，我真是等不及，想看他们懊悔的表情和后悔的嘴脸了。”楚成空说道。而看着自己的两位前辈像老小孩一样谈论着自己，楚风也是露出了笑容。对了，楚风，这个给你。忽然乌马圣杰将一张请柬递给了楚风。这是谁给我的？楚风问道。是蛋台仙儿，他举办了一场小辈聚会，不准确来说是为你准备了一场小辈聚会。乌马圣杰说道。为我？楚风目露惊讶之色。对，他明确的说了，他要感谢你帮他成为了蛇纹级尊袍戒灵师，不过也想邀请大家一同去做客，所以才有了这场小辈聚会。乌马圣杰说道。那应该也邀请你了吧？楚风问道。乌马圣杰点了点头。你想去吗？楚风问道。乌马圣杰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那你想去吗？没什么兴趣。楚风说道。但是你不去怕是不行了，因为无名星陨也被邀请了过去，你的那位姐姐也被无名星陨带过去了。乌马圣杰说道。竟然还有此事。听得此话，楚风略显无奈，随后说道。那看来还真的是要去一趟蛋台天族了。很快楚风便回到了冰顶峰，虽说冰顶峰内的大阵被破了，可那独立的结界空间还在，并且梁丘大师托梁丘成风给予了每个人一个令牌，这些小辈日后都可以直接凭借结界令牌自由出入这位于冰顶峰顶端界灵仙王所留下的结界空间之内。楚风等人进入结界空间后，便见到了梁丘成风。楚风小友见到楚风，梁丘成风非常激动，先是仔细的打量一番楚风后，才开口问道：“楚风小友，你去哪了？”前辈，真是抱歉，我之前失控了。楚风说道。失控？听得此话，梁丘成风看向楚风的目光变得担忧起来。他意识到事情很不简单，随后楚风便将事情的经过与梁丘成风讲述了一番。小友也遭受反噬，倒是在我预料之中，但未曾想到小友的反噬竟如此严重，不仅修为被封，连结界之术都被封了。来，让我为你看一下。梁丘成风说话间便抓住楚风的胳膊，将其结界之力灌输到楚风体内，是在查看楚风的情况。可是一番检查之后，梁丘成风的脸色却是变得难看起来。前辈，怎么样？能否解开这封印？楚风问道。莫说解开这封印，我压根就感觉不到有封印。梁丘成风对楚风说道。哇，感应不到，可是我的修为的确被封印了。楚风说道。与此同时，乌马天族族长以及乌马圣杰也是露出紧张之色。乌马天族族长更是开口询问：“大人，这该怎么办？难道这反噬真的如此厉害？”目前来看，楚风的反噬的确很是棘手，不过也不要急，我师尊他还在，让他老人家看看
不过他老人家在休息，我去通告一声。梁秋成风说完此话便离开了。而没过多久，梁秋成风便再度出现。小友，你随我来吧。听得此话，乌马圣杰以及乌马天族族长都明白梁秋成风的意思，楚风可以过去，而他们两个就不要跟着了。于是楚风跟随梁秋成风走的时候，乌马圣杰以及乌马天族族长都没有再动，而是选择原地等待。楚风跟着梁秋成风来到了一座小型宫殿之前，这座小型宫殿看上去很是朴实，并非是金碧辉煌那种，但是它却没有门。而看到这小型宫殿后，楚风的目光顿时变得复杂。尽管楚风的精神力被封，可是他的戒灵之术毕竟修炼了多年，所以楚风判断出这不是寻常的宫殿，这是一座阵法，是疗伤阵法，并且是很厉害的疗伤阵法。前辈，莫非梁秋大师他？楚风看向了梁秋成风，没事，师尊让你进去，你便进去吧。梁秋成风笑了笑，随后他大袖一挥，那原本无门的宫殿竟浮现了一道门。楚风倒也没有犹豫，而是直接走了进去。进去之后，这座宫殿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宫殿内部的构造，而是磅礴的圣级结界之力在涌动，这就是一座疗伤阵法。而在这疗伤阵法的中心盘坐着一个人，看这背影，楚风便知道这就是梁秋大师。小友，你来了。梁秋大师转过身来，发出了淡淡的笑声，可是他此刻的笑声却非常的沙哑，并且非常的虚弱。而看到此时的梁秋大师之后，楚风更是神色大变。此时的梁秋大师骨瘦如柴，已经看不出人样，就像是一具从棺材里爬出的干尸一般。楚风早就猜测梁秋大师可能是出了什么事，是在此疗伤，但楚风没有想到梁秋大师的情况竟也是如此的糟糕。前辈，莫非您这是反噬所致？楚风关切地问道。这次的反噬很严重，收获越多，似乎反噬的力量便越强。不过与楚风小友相比，我这个只要调养一段时间便会恢复，并无大碍。你的情况，程风都与我说了，来，让我看一下你的情况。梁秋大师说话间，自其体内便释放出磅礴的结界之力，瞬息将楚风所覆盖，还真是有点难缠。若是之前的我，还真是没有办法。不过好在如今我已是龙纹级圣袍，所以小友不用担心，这封印我应该可以解。梁秋大师说道。大师，真是抱歉，您也受反噬之苦，却还要为我疗伤。楚风面带歉意，老夫能成为龙纹级圣袍，程风他们能成为蛇纹级圣袍，还不是多亏了楚风小友你。而你今日修为被封印，其实也是因我们而起，老夫岂能坐视不理？梁秋大师说道。大师，话不能这样说，毕竟我也因为这次的破阵而收获。小友，客套的话就免了，你盘坐下，老夫现在就替你解开这封印。梁秋大师说道。前辈有劳了。见状，楚风也不再多言，而是抱了抱拳，随后便盘膝而坐。当楚风盘坐之后，梁秋大师体内的结界之力如同潮水一般喷发而出，瞬息便充斥了整个宫殿之内。这封印很难解，哪怕梁秋大师也是用了足足1日时间进行破解，但却也并未彻底解封。不过楚风的修为开始恢复，精神力的封印强度也正在减退。虽然无论是修为还是结界之力的恢复都不是特别快，但起码都在恢复中了。前辈，真是谢谢你。楚风一脸感激，老夫能力有限，无法彻底解除这封印。小友想彻底恢复修为，还需要一些时间，但为了不耽误你参加祖武十星的评选，我还是进行了适当的调节。对于你精神力的封印，使用的解封力度更大。不出意外，在祖武十星开始的时候，你的精神力就算无法恢复到正常水平，但你圣袍界灵师的力量多少也是能使用一些。我听闻此次祖武十星的评选，灵狐鸿飞不参加，所以楚风小友你只要能够恢复圣袍界灵师的力量，那么此次祖武十星的评选第1名便非你莫属了。梁秋大师说道。大师，您的意思是我只用圣袍界灵师的力量，只用结界之术就能击败其他人？对于梁秋大师的话，楚风则是感到有些不理解。结界之术的力量，楚风是懂的，花费时间与精力去布置的阵法，修武者的确无可奈何。可是武者对战，比拼的却是直接的战力，而结界之术虽然也具备一定的攻击性，可若与修武者的武力相比，却是不值一提。楚风小友，看来你还没有真切的感受过圣袍界灵师的力量。梁秋大师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便赶忙释放出自己的结界之力，而后仔细地感应起这结界之力的力量。不感应不要紧，感应之后，楚风顿时神色大变，眼眸之中充满了又惊又喜之色。此时楚风的结界之力所蕴含的战力，竟然堪比五品武仙。前辈，这是楚风一脸惊讶地看向梁秋大师。要知道，这还只是结界之力，没有使用任何阵法所凝聚的力量。寻常的结界之力已是如此，那若是使用了阵法的结界之力，有多强横，完全是可以想象的。你的精神力还被封印着，你虽然可以沟通圣级结界之力，但结界之力的纯度却是有所不同。身为修武者，你应该知道，武力的强弱决定着修武者的强弱，结界之术也是如此。梁秋大师说道。大师，您的意思是，若是伴随着我的精神力封印的解开，我精神力的恢复，我这结界之术的力量还要更强？楚风问道。虽然楚风修炼结界之术多年，但是对于圣袍界灵师，他了解可不多。实际上，对于圣袍界灵师，楚风除了听过这个名字，知道圣袍界灵师的力量肯定比尊袍要强之外，其他的根本就不了解，何止是变强啊？梁秋大师笑了笑，这才说道。这样说吧，楚风，若是你的封印彻底解封，你能完美的使用出圣袍结界之力的话，尊者之下没人是你对手。若是结界之术运用的精湛一些的话，哪怕一品尊者你也能够抗衡。前辈，您说的是真的？此刻楚风满面震惊，激动的他连汗毛都竖立了起来，整个人可谓是兴奋的不行。一直以来，
楚风都是修武与结界同时修炼，并且无论是修武之法还是结界之术，楚风都可谓是同时代之人中的佼佼者。尤其是结界之术，甚至可以说比楚风的修为还要卓越。一直以来少有小辈能与楚风相提并论，都是老一辈的才能楚风一较高下。一直以来，楚风的结界之术几乎都是超越所有同辈中人的。都说楚风修武的天赋是妖孽，可若真说妖孽的话，其实楚风结界之术方面的天赋才是真正的妖孽。只是奈何结界之术的战力实在太低，根本无法与修武者的武力相提并论。如今竟然得知自己结界之术的战力竟然超越了自己的武力，楚风自然很是吃惊。毕竟尊者之下无人可敌的话，那么这个差距还不止一点点这么简单，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若是这么点力量都没有的话，那么圣袍戒灵师就真的是徒有虚名了。梁秋大师说道，他这话其实说得很无奈，是在感慨结界之术战力的卑微。可是他这句很是无奈的回答，却是给予了楚风答案。楚风如今结界之术的战力的确是超越了自己的武力修为，他终于可以以戒灵师的身份去战一众修武者。那个画面只要想一想，楚风都立刻变得格外兴奋，仿佛体内的血液都在此刻沸腾。看楚风如此兴奋，梁秋大师则是再度开口，戒灵师可疗伤，可助兵，可布修武者所无法铸造之阵法，更可布置精密之遗技，手段通天，简直无所不能。若世间有神，只论手段，显然戒灵师便是世人眼中的神。可是奈何戒灵师手段虽多，但战力实在太低，这也是为何许多人明明有着修炼戒灵之术的天赋，却不愿意在戒灵之术上花费太多的精力。但在圣袍之后，戒灵师的战力总算开始提升，重文级圣袍堪比一品尊者。虽说能否斗过尊者，这还看个人实力，但尊者之下绝对无人可敌。而到了蛇文级，战力还会有所提升，战力可媲美五品尊者。而老夫如今踏入龙文级，我能感受到我如今结界之力的战力再度得到提升。听得此话，楚风目光变得无比明亮，一脸期待地盯着梁秋大师，等待着梁秋大师说出他此时的战力。看着楚风如此期待的模样，梁秋大师倒也没有卖关子，而是脱口而出，已是堪比一品至尊。听得此话，楚风先是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后说道，想不到戒灵之术真的也可拥有此等力量，那神袍呢？大师，神袍戒灵师是否真的具备毁天灭地、撕裂世界的力量？楚风追问道。我觉得应该可以。随后梁秋大师便为楚风讲述起了他所知道的关于戒灵师力量的所有事情，也包括他从龙轩大师那里所听闻来的关于真龙戒灵师的事情。真是想不到，原来神袍之上还有更强的境界。虽然梁秋大师明确地告诉楚风，这也是他从龙轩大师那里听闻来的，不能确定真假。可是此时楚风的眼中却涌现出了浓烈的向往之色。忽然梁秋大师剧烈地咳嗽起来，那声音撕心裂肺，且每咳嗽一下，梁秋大师都好像虚弱了一分。大师见此情形，楚风既担忧又惭愧，若不是替他解开封印，梁秋大师不可能变得更严重。无碍。梁秋大师摆了摆手，随后稳定了自己的咳嗽后，才看向楚风，小友，那九龙圣袍还在你身上？梁秋大师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当日九龙圣袍主动落在楚风身上，楚风耀眼之势简直无人可比，但此时却不见九龙圣袍的踪迹。而梁秋大师也已经从梁秋成风口中听闻了楚风所经历的事，知道当日楚风不予回答且忽然消失，都是九龙圣袍作祟。这让梁秋大师知道了九龙圣袍的力量，那力量似乎比现在的他还要强。可是梁秋大师却不知道那九龙圣袍现在在何处。我也不知道九龙圣袍还在不在我身上。老实说，前辈，我能隐约间感受到九龙圣袍的气息，但那气息很薄弱，但又感觉不到我身上有任何东西，就连那气息也是来自周围，而不是我的身上。楚风说道，看来这九龙圣袍是有灵性之物，这其实也正常，就连秘技以地兵都有灵性，何况是戒灵仙王所造的戒灵圣袍。楚风小友，你不用担心，我觉得那九龙圣袍还在你的身上，但多半是因为它的力量太过强大，所以想运用它的力量，你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力量才行。时机到了，它应该就会出现。梁秋大师说道。借大师吉言，楚风说道，楚风小友，其实有一件事，老师心中还没有答案，不知楚风小友现在可否给老夫一个答案？当日老夫想收你为徒，乃是真心诚意，不知道楚风小友你此话托出之际，向来沉稳的梁秋大师看向楚风的目光竟然也涌现出了些许紧张之色，而他表现出来的已是如此，可想而知，此时他的内心深处真正的情绪更是紧张不已。毕竟楚风对他来说可不仅仅是能够弥补遗憾的弟子，更是又希望到达他无所到达之巅峰的弟子。大师，我对于梁秋大师这个问题，楚风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他的脸上却涌现出了极其为难之色。老夫知道楚风小友的答案了，只是老夫却想知道小友为何不肯拜师？莫非是你有师尊了？梁秋大师问道。回前辈，晚辈曾发誓不再拜师，一路走来，其实有许多高人前辈想收楚风为弟子，但因为这个誓言，无一例外，楚风全都拒绝了。楚风说道。这些人中，可戒灵之术有在我之上者？梁秋大师问道。这些人中，无论是实力或是地位，大师您都是最强的。可是晚辈并非因为那些前辈的实力才拒绝他们的，当初拒绝了他们，今日若是答应了大师您，莫说那些前辈怎么想，晚辈自己心中也过意不去。楚风说道。小友，灵狐鸿飞你也见到了，此子表面看似正气凛然，实则阴狠狡诈。实不相瞒，
那最年轻界灵师的预言也是他们放出去的消息，为的就是巩固灵狐鸿飞的名声。而你夺了他的荣耀，他绝对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老夫之本事虽无法与那灵狐天族抗衡，可老夫也有着一些人脉。若你是老夫弟子，老夫不敢说带你与那灵狐天族搅拌，但保你安然还是不成问题的。梁丘大师说道：“多谢大师好意，只是小友先不要急着拒绝，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只要你愿意拜我为师，老夫不仅所有本领倾囊相授，更是愿意在你日后出师之后，将老夫毕生所得至宝传授于你。”梁丘大师说道：“大师，我真的……”楚风本想拒绝，可梁丘大师却赶忙开口：“小友，再考虑一下吧。”且话罢，梁丘大师又剧烈的咳嗽起来。见梁丘大师如此，楚风也是不好拒绝。虽然心中非常明确的决定不会拜他为师，但此时却也只得说道：“好吧，大师，我会认真考虑的。”嗨嗨，好，老夫等你消息。梁丘大师仍在剧烈的咳嗽，可是他的情绪明显变得高兴了不少。随后，楚风又与梁丘大师闲聊了一些后，梁丘大师便继续疗伤，压制反噬之苦。而楚风也是自那阵法之中走出，找到了乌马圣杰与乌马天族族长。得知楚风的封印已经被解封后，乌马天族族长以及乌马圣杰都是替楚风松了一口气。楚风小友，那祖武十星的评选你参加吗？乌马天族族长问道。参加。楚风说道。好，老夫等的就是你这个决定。听得此话，乌马天族族长简直比楚风还要高兴。距离祖武十星评选还有些时间，你们现在去哪？梁丘乘风问道。此时，乌马圣杰与乌马天族族长都是将目光投向楚风，显然是在等待楚风来决定。我需要去找黎洛姐姐，看看她的情况。楚风说道。好，那老夫就带你们去蛋台天族。赴约。乌马天族族长说道。蛋台天族乃九龙上界之霸主，其领土面积也是九龙上界所有势力中最大的，并且蛋台天族的领地是外人所不可擅入的。相比于楚氏天族，蛋台天族的守卫更严，领土界限千里之内，不得任何势力驻扎，同样也不允许靠近。九龙上界之人称这为双重界限，但近日却不断有人穿过那双重界限，向蛋台天族的领土靠近。这些人还都是小辈，并且都是天赋不错之人，大部分深厚的背景都是与蛋台天族有关系的。而这些小辈出现此处，自然是因为那场蛋台希尔所举办的小辈聚会。不过实际上，这场小辈聚会的地点并非是蛋台天族之内，而是在蛋台天族领地界线外，那里有着一座一众大山，大山如铜墙铁壁一般，但只要穿过那众大山，便会浮现一座世外桃源。据说风景极美，哪怕九龙上界，山川秀丽，美景极多。可据说，若与那山中桃源相比，都会黯然失色。那大山深处的桃源，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因此，此处被誉为山中桃源。而这山中桃源，也正是这次小辈聚会所举办的地方。蛋台天族的族人，在这山中桃源的入口处守护着。凡是拿着邀请函而来的小辈，他们便会传授入山之法，所以大家都可以顺利的穿过大山，进入那山中桃源。大山虽大，可是山中桃源其实并不大，这只是一个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地方。虽然地方不大，可是景色却是很美。哪怕这些见过了美景之人，进入此处也是忍不住被此处的风景所吸引。况且对于这场小辈来说，这样一个场地也已是足够了。眼下聚集于此处的小辈已是非常之多，可以说是受邀而来的人都已经到达了，可是却迟迟没有见到蛋台仙儿。这让一些人有些不满了。比如已经到达了有一些时间的巩明月等巩氏天族的小辈们，怎么邀请我们而来，可是蛋台仙儿小姐却迟迟不现身。巩氏天族的一位族人低声说道，话语之中散发着浓浓的不爽。敢说这样的话，你是想在蛋台天族的地盘上找麻烦吗？一道冷冽的声音忽然在其身后响起。当这道声音响起之后，那巩氏天族的族人顿时吓得脸色煞白。他这句话虽然不是暗中传音，可是声音却非常低。在这嘈杂的场合，他本以为这句话只有他身边的人能听到，可现在竟然被外人听到了，这可大事不妙。毕竟没有人敢真的得罪蛋台天族。别慌，是我。可是就在巩氏天族族人慌乱之时，那道声音却是忽然发生转变，不但冷意消散，反而发出了一丝笑声。而仔细一看，巩明月的目光则是变得厌恶，因为这位来者他认识，不仅巩明月认识，巩氏天族的其他小辈也都认识。这位便是徐氏天族的徐莫荣。当日在冰顶峰与楚风发生冲突的便是他，且下令让徐氏天族族人见到楚氏天族族人就必须针锋相对的人也是他。而这徐莫荣也是巩明月的一位追求者，且每次见到巩明月都会死缠烂打，简直就像头皮膏药一般。再加上他那浪子之名早就臭名昭著，所以巩明月与巩氏天族的小辈对着徐莫荣都是颇为的厌烦。眼下徐莫荣的身后不仅跟着徐氏天族的小辈，还跟随着其他各族的小辈。别看徐莫荣臭名昭著，可他的狐朋狗友倒是不少。在整个九龙上界的小辈圈子里，这徐莫荣还是很吃得开的。巩明月发现来者是徐莫荣后，瞪了他一眼后，便转过身去，不想再理会，甚至连话都不想说。对于这样的巩明月，徐莫荣却是不以为然，而是露出了殷切的笑容，继续凑过去，来到了巩明月的身前。明月妹妹，怎么看见我连个招呼都不打呀？有事吗？另外，我与你并无亲戚关系，请你不要称我为妹妹。巩明月态度冰冷。明月妹妹，你看你，咱们两个也算是从小玩到大的，虽然你在你家玩，我在我家玩，但也算是青梅竹马，我叫你一声妹妹，有何不妥？徐莫荣用那无耻的目光看着巩明月，并且他的目光很不老实，一些人不敢去看的部位，他却看得津津有味，这让巩氏天族的小辈非常的不爽。但是奈何他们却不敢说什么。我警告你，徐莫荣，离我远一点，
龚明月用那冰冷的目光瞪了徐莫容一眼后，便准备转身离去。干嘛对我这么冷淡？你该不会真的倾心于那楚轩辕之子了吧？徐莫容开口问道，并且这句话说的很大声，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听得清清楚楚。徐莫容是故意的，只是听得此话后，龚明月却是小脸一变，赶忙怒斥徐莫容：“你在胡说什么？”龚明月很排斥与楚风的婚约，并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更何况身在这山中桃源的不仅仅是九龙上界有身份有实力的小辈，其他上界受邀而来的小辈也是不少。在这种地方把这个消息传出去，那更是龚明月非常不想发生的事。只是奈何为时已晚，徐莫容的那句话引起了在场所有人注意。此时所有人都在有意的向这里靠近，就算没有过来的，也都是将目光移了过来。楚轩辕之子这5个字足以勾起所有人的好奇之心，哪怕是这些地位与实力都堪称人中蛟龙的天之骄子们也不例外。面对几乎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那徐莫容更是肆无忌惮，直接提高嗓门，再度开口：“明月妹妹，我可是听说了，你与楚氏天族有一个婚约，而那个人便是楚轩辕之子楚风。”此话一出，全场哗然。